This time is the perfect summer night. Those three words are spelled out in your eyes. But before I go on, say 这个是我在几个月前拍摄的一个时尚广告，甲方新的产品是指甲装品类型的。不过在前期准备筹划的时候，我也跟甲方解释了我的愿景是希望拍出一个更加具有氛围叙事感，更加高级的广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产品的拍摄上面。所以在前期设计镜头 storyboard 的时候，我也是以时尚广告的方向去设计的。这期视频也是我的一个新的教学系列的第一集，是我的项目拍摄团队片场的幕后解析。器材、灯光、运镜、画面的构图设计以及导演的干货，这些我都会涉及到。这些都是我个人积累的经验，也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这次的拍摄在器材方面，机器的选择是索尼的 FX6， 镜头我选择的是维卓士的 Epic 1.33乘变宽作为主要镜头。我之前也做了一期视频，专门讲解我对这组镜头的看法，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其他场景中也有 Zoom In 变焦拉近的运镜镜头的需求，所以我也有使用到东正的 Kata 无斜变焦镜头以及旋风定焦镜头来帮助我完成这次的拍摄。配件方面基本上都是我拍摄必选的一些配件，比方说我使用了 Dana Dolly 来帮助我进行更加平稳可控的推入和后拉运镜，也使用了 Easy Rig Mini Max 帮助我在手持拍摄的时候减轻手臂和背部的沉重负担。FX6 上面我使用了铁头兔笼以及 V 口电池板来帮助我在机器上增加和使用更多的配件，使用了 Small HD 的 Cine7 屏幕监看，用了铁头的 Nucleus M 无线跟焦器以及 Paralinx Tomahawk 无线图传和 Small HD 的屏幕组合来帮助我的 AC 跟焦员 Evan 来进行无线跟焦。当天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在这一个温室建筑物外的拍摄，因为当时计划好了是在上午拍摄，考虑到了叙事的时间线以及上午的时候这个门口得到阳光是非常不错的。我一般看阳光走向去设计镜头的时候，都会喜欢使用 Sunseeker 或者 Suntracker AR 的这类软件，可以使用 AR 来帮助我考察拍摄当天某个地点得到的太阳的走向，可以很大程度的帮助我在看景的时候设计好我拍摄的行程。我十分推荐这两个软件。那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门框前拍摄，一是因为可以使用门框与窗户来得到更加有趣味的框中框的构图画面，二也是因为太阳此时的位置可以在模特脸上打出非常好的角度的光，从侧脸的上方照过来，模特脸上的阴影与光的面积比也很合适，并且上午的时候太阳也不会太烈，可以打出十分柔和的光，所以很适合在室外拍摄。灯光的布置方面，我让灯爷在太阳的方向，也就是模特的斜侧面，使用了爱图仕的 600D 来辅助我们的主光，乃至太阳光，并且灯爷使用了聚酯纤维材质的柔光布来进行对600D 与太阳的柔光的处理。这样子打到模特脸上的光不仅不会太烈，那也不会过于柔化，可以呈现出十分真实的辅助太阳光的效果。我们也使用了多一层的柔光布来柔化太阳光。当时最大的挑战那就是要确保在窗户的倒影里面不会看到我们的柔光布，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灯爷当时希望在模特侧边使用 Ultra Bounce 来达到补光，不过我更加喜欢侧面有着真实的阴影的效果，所以并没有在旁边加上补光处理。这样子我觉得也使得画面中有了暗到明到暗的渐变。然后我们对着背景中的温室里面，又从窗户外面打了一盏600D 来照亮温室中的鸟笼等背景，使用 Floppy 在600D 的旁边来挡住光，不要从后侧方向漏到模特的脸上。这样子的背景灯的设计，一是为了让背景增加一些细节的处理，二也是为了后面的温室场景做铺垫。在温室室内呢，我们又设计了天花板上挂的这些小灯泡，这样子可以在画面中，在维卓式的变宽镜头中展现出十分漂亮的光斑，
也可以为我的画面增添一些细节。那与灯爷沟通完灯光布置后，在灯爷摆置柔光布与灯的时候，那我便与合作导演 Jesse 一起去设计我们的镜头的语言。我当时是指导模特进行了一个从室内走出来开门，并且从门框里走出来的动作。先是不去看镜头，有一种打开大门享受一下今天的天气以及花园里的美景的感觉。镜头的角度的设计，我也是为了可以在 Dana Dolly 上进行推入运镜的时候，可以达到让相机推过镜头前景的树叶的效果，所以是从门框的斜侧面向前推入的这么一个设计。这样子也可以使我的构图更加具有立体感，而不是从门框正前方这样拍显得很平面。开始拍摄的时候就形成了相机往前推入的过程中，模特向门外朝着相机走来，这样子在画面中的反方向的这种运动会加强相机推入的运镜效果，也可以进一步的使得画面更加有活力。这样子相同的技巧，我在后面拍摄他们走入温室大门的这个场景中也有使用到。我当时会设计指导他们走入大门，然后左边会有3个人向相机走来，穿过相机，右边又有3个人向相机走来，穿过相机，同时相机又会向着他们的方向推入。那介绍场景的宽镜头拍完，接着就是拍摄一些特写的镜头。在我看来，拍摄特别是时尚广告的时候，最好是做到有多种不同种类的拍摄的方式。在拍摄前期的分镜规划中，也很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去考虑你的广告的节奏感。那所以我在平稳的运镜上面也加入了很多手持拍摄，来带来一些比较自然的产品介绍与模特的特写。在手持拍摄的时候，我也会刻意的加上一些运镜，比方说推入还有一些轻微的环绕。那自然这些时候的镜头的焦距也会比宽镜头要更加窄一些。接下来的这个镜头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个场景，我们在温室内的桌子上摆了一个类似下午茶风格的置景。我们在背景使用了爱图仕 Nova 600C， 从窗户外面照射进来，得到了窗户的影子的细节。在模特方向也从窗户外使用了2个 600D， 顺着太阳光照了进来，上了菲涅尔，并且也上了柔光布，在左侧又进行了黑棋的处理。我选择的运镜也是使用 Dana Dolly， 将相机朝着桌子的方向向前推入，不过也在推入的上面也加入了镜头一开始是上调对着天花板，边推入的同时，相机会下摆到人物的身上。这样子的设计，一方面是因为天花板那么漂亮，那不拍可惜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起到了介绍场景温室室内的作用。所以推入运镜虽然看上去简单，在实际拍摄与设计镜头语言的时候，其实会有十分深入的探讨，可以与其他的运镜相结合，去设计前景，并且运用推入推过前景的语言设计，来达到更加具有动感的推入效果。那就像是我指导模特读书的这个镜头，这个镜头是我一开始到那个 studio 场景便十分想拍摄到的镜头。当时使用 Sunseeker 软件就发现了夕阳的时候，刚好可以在这块桌子这里得到很美的背光的效果。所以在夕阳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打好Dana Dolly，时间很紧，而且整体的灯光也是已经十分自然，不需要过多的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将袈裟布放置在阴影边环绕了一圈，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柔化的渐变的布光处理，并且将镜头朝着模特推入。在推入的同时，我会去指导模特听我的指挥，先是翻书翻到哪一页，并且在什么时候回头看向镜头，给出一些相应的互动，就可以给运镜带来一些目的性。这个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正的旋风给了我十分满意的炫光的处理。这里的特写镜头呢，我又加了一个设计了与模特的动作相结合的镜头，让它重复翻书的动作，当然要确保它翻到的是同一页，便拍摄了一个越肩的产品，也就是指甲的特写镜头，可以与宽镜头交叉去剪辑。这样子的产品特写，我觉得会比单纯的拍摄指甲、手指更加有意思，因为它这个有点叙事感在里面。好了，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广告去选择的一些片段的幕后拍摄解析，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如果觉得有用的朋友，希望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如果对我的幕后拍摄解析教学系列有什么建议的朋友，也希望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次在片场拍摄的时候，因为确实没有在当天有计划好，要拍摄那么多的幕后来做这一期视频，所以幕后的视频的素材可能不够多。那系列的后期视频，我希望可以讲解的这个片段也会进而多起来。OK， 那我是 Nick， 我们下期再见。